大家好，在我身旁这一台呢，就是全新的第4代 G45 BMW X3， 它在马来西亚Kulim Kedah CKD 本地组装，售价从320,800块起，这个是没有加上 Extended Warranty Package 的价格，320,800块。那一直以来 BMW X3 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 Mercedes 的 GLC。还有 Volvo 的 XC60 或者是 Lexus NX 等，总之就是不会太大、不会太小的这个车型。这一个 BMW X3 对于 BMW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它是 BMW 的金母鸡。就是说，当年这个 BMW X3 的成败决定了 BMW X 家族的未来。所以这个第4代的 BMW X3， 我们可以从代号看到，之前是 G01， 现在是 G45， 同样是 G， 就代表底盘一样是 CLAR， 只是在车头造型，它的这个双肾型的造型，还有车尾造型跟车身的这个尺寸方面做了一点点，我觉得算是微调，不可以算是非常大幅度的这个改变。所以今天这集呢，主要是非常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2025、2026年。这个320,800块起的 BMW X3 20 xDrive 可以给我们怎样子的一种价值啊？它是物有所值吗？还是它有一点点，你知道吗？我们就等一下试驾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G45 X3 的轴距维持在2865个 mm。但是车身比 G01 加长了34 mm， 加宽29 mm， 降低25个 mm。再来前轮距呢加宽16个 mm， 后轮距加宽45个 mm。采用了19寸的轮圈，搭配 Standard Suspension， 不是 Sport Suspension。那在过去 BMW X3 有采用传统的 SUV 造型，而 BMW X4 就是 Coupe-like 的这种运动化造型，比较 sporty 的 X3 等于 X4。所以以前呢 ，X3 的车牌板是放在这个地方，而 X4 是放在下面。可是现在这个第4代的 G45 BMW X3 就采用了类似 X4 这样子的造型。而且它的车顶这个 roofline 也降低，所以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当然，这个车尾灯有一点大个，它好不好看？这个我们欢迎讨论啦。那我要讲的是，这个第4代的 BMW X3， 他们就更改了命名方式。从前是叫 X3 xDrive 20i， 那现在是叫 X320， 然后再 xDrive，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X 的320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你从320你就马上知道呀，如果是去 CD 320就是一个入门版，没有错，这个320,800块的也就是一个入门版，但是 BMW Malaysia 就为它选配了 M Sport 的套装，所以至少在外观造型上，它看起来不会给你一种 X 版 320i 的那一种感觉。那这一代的 G45 X3 已经不再提供纯电版，因为那个已经有了 NA5 的 BMW iX3， 就是纯电平台。所以这个纯油的 BMW X3 呢，提供了 2.0L Turbo Mild Hybrid、 3.0L Six Cylinder Turbo 跟 2.0L PHEV 的版本。那 Malaysia 拿到的这个目前是 2.0L Turbo Mild Hybrid，综合动力208个 PS， 330 Nm， 0到100 8.5秒，极速215 km/h。所以 G45 的外观造型会给我一个错觉，觉得它的空间很宽敞，但你实际乘坐上来的话，OK， 有2个点，第一个就是呢，它的椅背是非常的直啊，你从画面上应该可以看得到，我身高是178cm， 如果真的要做到直的话啦，几乎是碰到头顶啊，即便它不是 X4 啊，它是 X3 啊，所以东西是这样子的，有一好没有两好，你要很美，你就要牺牲掉头部空间吧 ，OK 啦，因为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位置，2-3个拳头，所以我还可以坐下来这样子，但是德国车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你看。它的那个皮革，它的那个cushion就是偏硬啊，你只有买到像可能 i7 7 Series 的那一个 Merino Leather 才会真的是很丝滑、很顺、很柔软。这种一般的 BMW 就是很硬邦邦这样子加上车身又相对来的硬啦，所以长途行驶这个有一点挑战。
再来的话，里面的设备就是它用了 Veganza 的这个系列，然后冷气出风口，2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这里该有的东西它都有给你，只是说它就比电动车好了，就是因为地板是凹进去非常深，所以你不会讲脚踩到这样子的嘛，你脚还有位置可以放。哎呀，没有天窗，没有天窗。那行李箱空间方面呢 ，G01 是550 L，G45 增加到570 L。那 Mercedes 的 GLC 有620 L， 但是当椅子放倒过后，它已经从1600 L 增加到1700 L。OK。启动引擎。OK， 这个过程是相当的丝滑啦，你听不到那种启动引擎的声音，算是很 smooth。所以长话短说，坐在 G45 X3 的驾驶舱，你就感觉上自己在开着一个有引擎的 BMW iX， 像是这个源自 iX 的 BMW Curve Display， 这个曲面式的是曲面式的。还有源自 i7 的这个 Interaction Bar，BMW Interaction Bar， 它可以调整 Ambient Light， 然后可以去显示一些灯光效果这样子。但你说我有惊喜吗？没有什么惊喜啦，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在 iX、i5 等等新款的 BMW 看到，只是软体上面可能肉眼看不到的，就是因为它是 iDrive 9.0。with BMW 的旋钮，因为之前的 i5、i7 都是 iDrive 8.5， 然后 iX1、iX2 那个才是 9.0， 所以现在这个算是 iDrive 9.0 with 旋钮。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新的这个 BMW Neue Klasse 已经改头换面，用完全部新的这个造型，所以算是怎么讲？你应该是最后一代有旋钮的 BMW 了啦。OK， 以传统的造型来讲 ，so。我只要一 mention 这个品牌，它就一直会 trigger 到这个 voice command。当然，因为这个是 M Sport 套装，所以它就有这个 M Sport 的 steering wheel， 这些小小的细节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M 的 logo， 一直提醒着你，我是一个 M Sport， 我是一个 M Sport。门槛条有没有 M Sport？ 门槛条没有 M Sport。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子我最有意见的就是它的座椅颜色跟音响系统。那座椅颜色不是讲它不好看，只是说这个颜色叫 Espresso Brown， 就是咖啡的褐色这样子。你肉眼看是没有问题，可是我的相机一直抓不到，每一次我拍到这个颜色座椅我都很头疼。我的 white balance 我的白平衡一直抓不到，一下就是太绿，一下就是太紫，太绿太紫，太绿太紫这样子。这个是题外话，座椅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啦。OK， 有人喜欢，有的不喜欢。但重点就是它很有违和感的，就是呢，你看你用了这么大块的14到16寸的曲面式萤幕 ，Curve Display， 然后好像水晶这样子的排挡杆等等，它应该要有Power Wilkins 音响吧 ？OK 啦，太过分了。Harman Kardon 可以吗？OK 啦，不要Harman Kardon啦，你给它205瓦的 Hi-Fi 音响系统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320,800块的 BMW X3， 它的音响系统是100瓦6个 speakers 呢。I mean， 有些人可能会留言讲你是音响专家咩 ？OK， 这个不用什么音响专家不专家，100瓦6个 speakers，come on， 你可以去哪里，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知道 BMW 的车主买到车子之后，第一件会去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你知道吗？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办法可以去升级音响，但有些人就是会不爽，为什么300多千这样子的音响系统，尤其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选择，这么多的竞争，这个真的会令人很。难道车主们真的不 care 吗？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 BMW 的潜在客户、潜在用户对于100瓦6个 speakers 可以不可以接受在2025、2026年。但是另一边厢我们看免税的 BMW 电动车，什么 spec 都给你，懂吗？我记得那个好像是 i5 都有Power Wilkins 以前到 7 的才可以拿Power Wilkins 的嘛 ，i5 顶多是Harman Kardon罢了，所以都是税在作怪的嘛。他卖你贵，其实也是税。他虽然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不过你还是要给税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不至于到电动车这样子免税，所以我觉得
没有惊喜，但是维持了 BMW 一贯的水准，BMW 一贯的标准。呀，Let's go。3号 ，Go。4号，3号，问一下。OK，So，因为你现在听到的呢是有 Fake Sounds 的，我们把 Iconic Sounds 关掉。OK， 现在是没有 Artificial Sound 的辅助加速。34。OK， 所以我刚才示范的呢，就是在 Sport 模式下的全力冲刺，我的油门下到完，就是在 Third Gear、Fourth Gear、Third Gear、Fourth Gear 这样子踩。OK， 加上 Iconic Sounds。OK，Go， 听到吗？听到吗？透过 Speakers 啊，给你一种模拟 Six Cylinder 的引擎声浪。但是速度骗不到人，马力扭力骗不到人，因为这个 BMW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G45 X3 目前只有一个 Powertrain， 就是 2.0 litre 的 Mild Hybrid 系统，所以它叫 X3 20 X-Drive， 所以也就是320等级的。那这具 2.0 litre 4气缸 Turbo， 也就是这个 B48 引擎，能够提供给它190个 PS 跟310 Nm 0到100 8.5秒，跟320i 的动力大同小异。如果是买到这个 X3 30啊，就是 330i 的等级，你有254 PS 跟400 Nm 0到100可能再快个 1.5秒这样子。然后再来呢，这个 G45 X3 还有一个叫 M50 的，那个就是 3.0 litre 6 cylinder 的 turbo 引擎。然后现在这个 G45 的 X3 BMW 已经是将48 volt 的 Mild Hybrid 系统列为一个标配，所以不管是哪一个 output， 你看我要割它都有难度啊呀。所以这个48伏 Mild Hybrid 系统其实有一点，它不应该叫 Hybrid 啦，因为它的作用跟传统我们讲日本车 Toyota、Honda 的 Hybrid 是作用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去帮助改善引擎的排放，这样子的起步、走停、cruising 的时候，它可以用这个非常小 0.9 kWh 的锂电池来帮它去分担掉，就是 12V 乘4就是48伏，就是它的电动系统更加的强，可以分担掉引擎的这个东西。当然48伏这个东西它能够提供18个 PS 跟200 Nm， 但它不是1加1大于2，它不是直接把那个200 Nm 单扒进去它原本的310 Nm，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Mild Hybrid 啊 ，Mild 啊，轻型混合动力系统。那这个 G45 X320 X-Drive 呢 ，BMW Malaysia 是给它搭配了这个 Standard Suspension 啊，就是讲通常啦，有 M Sport 套装的 BMW 都会有 M Sport 的 Suspension， 就是比 Standard Suspension 再降低一个10到15 mm 更加的 stiff， 更加的刚硬，然后还配有 BMW 蓝色的刹车卡钳。可是这个 X3 就没有这些东西啦，所以它的这个 Standard Suspension 重心是偏高，它没有那么低，加起来你会 feel 到很不传统的 BMW， 但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来的，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买 SUV 的人，他图的就是一个舒服，他图的就是一个 comfort， 而不是真的要像 Mini 这样绑这样一直跳，不管跳什么，一直加一直跳，驾驶的人也跳，坐的人也跳，不管跳什么，一直这样跳，
这个 Standard Suspension 没有这个问题，你驾起来就非常的舒服。当然，我相信跟这个G45吧，就是这个增强型的 CLAR 平台有很大的关系。BMW 着重针对加强了这个改善了它的舒适性啦。OK， 这个是 Standard Mode 啊，加速。它胜在它的车子相对来得轻它跟320i 一样的 output 啦，但是因为车重是185公斤起，首先车身大，它是一个 SUV， 再来它是标配了 xDrive 4轮驱动系统，所以它的这个传动轴啦，整个机制等等，就会让到车子比320i 重。所以在 190P 310Nm在320i 是刚刚好，有时候反正还更好玩，因为车头更加的轻。可是来到 X3 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就像那个100瓦6个 speakers 的音响系统这样子啊。这个 190P 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玩，有力不会没有力，你不能够讲它没有力，你不能够讲它 underpower 没有，你这样驾它很顺。你知道吗 ？Turbo 低转高扭力，一踩就去，有一点点 Turbo lag， 我觉得无伤大雅啦。然后车身又185公斤，如果是电动车，至少还要再重个300-500公斤。过弯有3 Series 的水准，把 Body Roll 还是多了一点点。maybe 你是 SUV 啦，加速。Corner 有没有驾驶乐趣？切换车道，完全没有失 BMW 家族的水准。很少。至少豪华品牌来讲，我试到很少有品牌可以不管它哪一个 series， 不管哪一个 class 都能够做到保持着自己的操控底子。在2025、2026年，如果你手上有320,800块起，其实加到来都要350千了啦。如果你有350千的预算，你会不会考虑购买 BMW X3？这个问题在5年前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在5年后的今天，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勇气，这真的是需要信仰，真的是需要对 BMW 这个品牌的一种效忠Beamers 你知道吗？真的是要非 BMW 不买。OK， 我努力了一辈子，我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开 BMW。你开其他的 brand 没有人会在乎你，可是你有 BMW， 家家户户3姑6婆。知道吗？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讲他买了一台 BMW， 他驾 BMW 的。当人家在介绍你是和谐还是不和谐的时候，他别的品牌可能他要猜他到底是和谐还是不和谐。可是只要你有一台 BMW， 人家潜意识就认为你已经成功。我每一次讲 BMW， 他就 trigger 这个 voice command， 我真的是动一别掉我不知道别人啦，我觉得如果我有300多千，然后我又一定要买 BMW， 它肯定不会是汽油车 ，OK， 至少都会是一个 PHEV， 车身小一点 ，iX1、iX2 都好过买这个啦，因为至少 iX1、iX2 是一个 complete 的东西，是一个成熟品，一个 product 来讲，我买到一个 full package，OK， 这个是 not even half package， 这个是 light package 这样子的感觉。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